谁能想到最安全的熊猫饲养工作，竟被灵岩奶爸干成了高危职业？你干啥啊？最近灵岩觉得奶爸热度不如之前，左思右想，决定为其添把火。只见胖岩卖力地往身上裹泥巴，直到浑身上下变得黑黢黢的才满意。然后这小子从背后掏出事先掰好的树枝，这熟练的动作直接让奶爸两眼一抹黑。哎呦我的妈！这啥意思？真可怜呀！你真的要让我死网上吗，灵岩？而灵岩的大招就跟没有冷却似的，啃完树枝，紧接着又跑去澡池里，一边嚎啕大哭，一边洗玩具。黑心老板让国宝洗玩具赚钱了，好家伙，这要是被某粉看见了，恐怕奶爸浑身是嘴都解释不清楚。都知道灵岩的外场新添了健身器材，只为让他减鼓鼓囊囊的油肚子。胖岩刚上手时还被这玩意砸了屁股，但现如今已经玩得越来越熟练了，甚至还能站在上面表演舞狮。就冲胖岩这一天天使不完的牛劲，真想把国庆的跑步机给他玩玩。而灵岩卖力表演了一上午后也累惨了，气喘吁吁的瘫在水池里吃水皂的黢黑。即便如此没心没肺的胖岩依旧很开心，嘴里哼哼唧唧的唱起了胖岩之歌。虽然胖岩给猫粉的印象是搞笑谐星，但真的很羡慕他身上的无忧无虑。只见正在吃竹子的灵岩突然愣住了，眼珠子一转一转的，好像想起了什么事，随后赶紧丢掉手里的竹子，跑到木架上，撅起屁股就接连造了好几个大青团。果然永远猜不到胖岩下一秒要干啥。都说飞云从没听过人类正常声音，但其实胖岩也一样。猫粉姨们和奶爸也都是真心爱着他，因为灵岩最喜欢粉色，所以猫粉们总会穿着粉色衣服去见他。还有大妈跳广场舞给小家伙看，每当隔壁麦剩下的窝头，奶爸都会悄悄拿去给灵岩开小灶，导致胖岩就算每天玩命整活，体重却一直一路狂飙。而灵岩也很爱这群远道而来的朋友，知道姨姨们爱看他整活，所以总是不厌其烦，也会把太空舱推到窗边跟游客们互动贴贴，像孩子一样傲娇的炫耀新车和小鸭子。当胖岩找不到粉色姨姨们时，他也会满脸忧伤的趴在太空舱上，像极了00后冲进股市被套的样子。不得不说，灵岩真的是宝藏小熊。听说哥哥凭借整活从小透明逆袭成形象大使后，暖暖也开始当起了显眼包，要把蓝也干上市。不仅雨天蹦迪上演，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，还趁游客多的时候来了个舞蹈串烧。只见这小子双手抱头，左脚画圆，右脚踢，随后一个助跑，顺着斜坡来了个5连翻滚。收尾时不忘5个诗，感谢姨姨们的捧场。感觉他和灵岩一样，一天天有使不完的牛劲。胖岩虽然是熊猫圈最会整活的小熊，但毕竟今夕不同于往日。灵岩凭实力当选了栾川旅游形象大使，如今再见到胖岩就得喊一声严局了。估计此刻还在加班删除黑历史吧，毕竟他可是熊猫界涉黄第一熊。还有动不动就把奶爸挂网上的前科，日常整活翻车也是家常便饭了。其实敏敏的3个孩子阿杰、灵岩和满满都用了同一个样貌模板，只是长得好看的是阿杰，长得好笑的才是灵岩和满满。阿杰出生时的体重达到212克，使得首次生产的敏敏难产了3天，才终于把这小胖妞生下来。虽然阿杰不像弟弟们那样活泼，但骨子里也是个实打实的搞笑女。熊生最爱打坐修仙和干饭，主打一个酒肉穿肠过佛在心中坐，并且阿杰还喜欢颠倒看世界，这柔韧度不知要让多少舞蹈生泪目。有时他还会为一口胡萝卜表演倒栽葱，把围观群众刘奶妈吓得魂都快飞了。哎呀，对不起，糟了，天哪！你为了吃这里是……不得不说，敏敏是懂遗传的，无论老公是谁，孩子都和他长一样。小熊精辉宝的脾气有多大，简直是爱宝乐园最不好惹的存在。宋3岁只是轻轻摸了下辉宝的屁股，小家伙当即炸了毛，气势汹汹地转过头，小手使劲一拍地，再碰我一下试试。如果眼神能刀人，恐怕宋3岁早已 game over。与福宝只霍霍宋3岁和艾女士不同，辉宝小脾气上来主打一个无差别攻击。有次江爷爷试图纠正光君的坐姿，想让他面对游客吃饭，结果一身反骨的光君直接原地葛优躺。就是说这白眼翻的真的好瞧不起人。这天辉宝追着宋3岁进入员工通道，本想赏脸让对方陪自己玩一会，没曾想被忙于工作的老宋几次拒之门外。我们光君大王何时受过这种气？一怒之下直接就奔着艾女士去了，二话不说就给了妈妈一套喵喵组合拳。幸亏爱宝忙着吃胡萝卜没工夫搭理他，不然铁定得给光君一套爱的教育。虽然辉宝和爱宝对打从来没赢过，但光君大王从来都不服气，哪怕打不过也要还手，就是要硬刚。和虫洞二馆长一样从不内耗，当初兽医打针时弄疼了光君大王，小家伙的怒火蹭一下就起来了，要不是江爷爷在后面拼命拖住他，恐怕兽医逃跑的时间都不会有。而看着罪魁祸首笑嘻嘻地蹲在门边，辉宝眼神里的幽怨都快要溢出屏幕了。有本事进来咱俩 battle 一下，可以说没人能在辉宝面前全身而退。
不过在面对最喜欢的圣西姨母时，双标的光君却会收敛爪牙。当初姨母如若辉宝的脸蛋时太用力，让他在众多游客面前出了洋相。有女明星包袱的光君瞬间天都塌了，默不作声地跑到一边生闷气去了。只能说，要是换成宋3岁，光君大王肯定要与他不死不休。直到圣西姨母拿着小苹果来道歉，辉宝的态度才算缓和了一些。不过当姨母搂着瑞宝亲亲抱抱时，嫉妒到面目全非的光君气得冲上去就是干，被提溜起来后仍不依不饶的要咬对方，这简直就是醋坛子被打翻的人类小孩子。其实辉宝喜欢姨母不是没有原因，毕竟姨母会给光君带好吃的小零食，而宋3岁既会打针又会喂给他驱虫药，罪行罄竹难书，让熊无法原谅。不得不说，宋3岁简直比黄连还要苦。为要这件事从福宝到辉宝瑞宝，最后全都被记恨上了。强烈建议他下次戴个头套遮掩一下。小熊金鱼爱究竟有多聪明机智？这天奶妈出来提醒爱姐下班回家，小家伙靠近时特地放慢脚步，等奶妈先回到员工通道后才进门。而且于爱进门后也没有转身离开，眼里有活的他还主动帮奶妈关上门，甚至留了条缝隙以便通风，简直是要成精的前奏。其实爱姐的这番举动并非偶然，小熊精从小就会给二顺妈妈开关门，自己出来玩时也会顺手把门带上，很难不怀疑爱姐藏了什么宝贝，怕被偷走。作为熊猫界智商与萌兰比肩的小熊，爱姐的高智商向来令猫粉们惊叹。这天馆长和外公给可爱准备了新丰绒，为了增加趣味性并锻炼两熊的后肢力量，用绳子将玩具全部绑在了树上。爱姐迫切的想要吃到丰绒里的果果，于是想要直接从源头解决问题，她径直来到木架上观察馆长打的绳结，只是轻轻一拽，绳结竟然就松开了。随后爱姐像侠女一样翻身踩在树上，一手抓木架稳住身体，一手扯开了绳子。这逆天操作把外公都给看得目瞪口呆，只能紧急召回于可于爱并返工。而爱姐也不是第一次解绳子，先前院子里的吊篮打结竖了起来，没等姨姨们研究明白爱姐已经胜了，结果只动了一下嘴就解开了吊篮。赖国宝大熊猫也有假期综合症，国庆复工第一天，滚滚们集体睡懒觉，只见新一困的整只熊都老了好几岁，努力了好久都没能赶跑瞌睡虫，于是便任由眼皮把自己的大脑重新封印，为了睡得舒服还不忘下巴枕着手臂。果然就算是熊猫也主打以摆烂应付上班，而虫洞的滚滚仿佛商量好了一样，个个都趴在木架上睡得不知天地为何物。网友表示放了7天假，熊们上了7天班，但为什么一样的累一样的想睡懒觉？别看花花是基地出勤率最高的小熊，但上班上久了哪有不疯的？于是小家伙直接半躺在地上吃东西，就连跟游客打招呼也是躺着招手，躺着真舒服。熊家决定要当废熊了。而秦小乖不仅上班时间摸鱼摆烂，到了下班时间还非要奶妈把自己抱回家。小家伙既不挣扎也不反抗，主打摆烂。就是说打工熊何必为难打工人呢？杰邦作为熊猫界最会摆烂的小熊，熊生主打上班倒头就睡，下班原地冬眠。只见杰邦强行开机走到独木桥上，然后两腿一蹬爱谁谁，真正做到了摆烂要从娃娃抓起。小熊金嘉欣为了偷懒时不被打扰，直接爬到树杈上自挂东南枝，主打一个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挂。这天被迫营业的熊猫宝宝心情非常不爽，只见小家伙迷迷糊糊的往嘴里塞竹叶，然后直接往后一躺，算了毁灭吧。别看熊猫宝宝面对游客时强颜欢笑，实则内心已经叹气10000次。本想爬个树感谢远道而来的粉丝一役，但还没开始就已经半途而废。熬到下班点时，灵魂早就被掏空了。都知道芒小五是23届熊猫里的卷王，每天不是开车去兜风，就是和妈妈来场拳击赛。然而当小五的车因泡水被送去检修后，小家伙也没心思营业了，直接躺平摆烂。果然再卷的小熊没了玩具也得乖乖摆烂。微笑天使私家为了逃避营业，直接趴栏杆上面朝游客看不到的地方，而北洞的萌大同样是一趴，然后小腿一蹬，像极了我早上刚坐到工位上的样子。估计滚滚们怎么都想不明白，什么破班还得他亲自上，难不成国宝的身份都是假的？到萌二睡醒后乖乖叠被子，才明白他为什么被叫人教版小熊，因为萌二自出生后就没被妈妈带过，生存技能方面的储备基本为零，包笋掰竹子都是回北洞后跟奶爸学的。可奶爸每次掰竹子都要使很大力气，一时间忘记表情管理，看上去龇牙咧嘴。而熏木染的萌二很快学会了全套流程，在此之后不论大竹子小竹子，他都是徒手掰，而且表情一定要到位，主打一个宝宝不知道这样做的理由，但奶爸这样做一定有他的道理。不仅如此，由于黄连奶爸之前当过兵，在生活细节方面仿佛有强迫症一般，每天上班必定把萌二的3件套仔细放好，好大的下凉被也要叠得整整齐齐。萌二看着奶爸的举动有样学样，小熊精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拿毛巾洗脸，左擦擦右抹抹，直到浑身变得白白净净。吃饱饭后也不忘抓起毛巾擦嘴。别的大熊猫睡觉都是往地上一躺，睡得四仰八叉不拘小节，
萌二则是人里人气的睡在凉席上，板板正正的像极了过年待宰的香猪，并且他起床后还会把被子叠好，天气好了就拿去晒晒，用爪拍拍灰尘，下雨天也会记得把凉席收回来。眼里有活，行动力强，瞬间秒杀大批两脚兽。此外，萌二还完美复刻奶爸爬梯子，奶爸走一步就小心的回头看看落脚点，二小子同样一步一步手脚并用下梯子，这谨慎的表情说不是奶爸亲生的都不行。作为蒙氏家族唯一的全蛋小王子，萌二从不放弃任何能找女朋友的机会。从奶爸那学会仰卧起坐后，就开始天天健身，只待未来能在女朋友面前大显身手。或许是因为从小离开妈妈的原因，萌二性格温顺，特别喜欢和饲养员互动，而奶爸奶妈也格外宠爱懂事的二小子，经常抽出时间照顾他的感情需求。要是萌二感到不开心了，徐老爷会陪在身边聊天哄他开心，黄脸奶爸则给好蛋儿做马杀鸡。张韶涵奶妈不仅会跳舞给萌二看，还经常给小家伙拿零食吃。看到二小子吃完手里的仍意犹未尽，奶妈哭笑不得，连连摆手告诉他美了。先前萌二患有螨虫眼，要定时上药。不同于其他小熊故意拿捏饲养员，二小子全程不吵不闹，十分配合。只因他知道饲养员都是真心对自己好。虽然萌二的童年缺少了萌萌的陪伴，但也因此得到了饲养员更多的照顾。我们二小子真的是值得被爱的小熊。